卫衣、运动服、学生服，袖子和裤腿长了的看过来。今天教给大家2个修改方法，简单缝一缝，隐形无痕改短，方法太实用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一件精心挑选的毛衣、卫衣，总有一些小细节会影响着完美的穿搭体验。比如袖子太长，明明到手腕刚刚好，清秀且干练，可袖子老是长到掌心。下面我就把无痕改短的方法分享给您，学会呢都不用去裁缝店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袖子平铺在桌面上，注意自己袖子长了多少。然后呢，我们用记号笔来做个记号。没有把握一笔成直线的朋友，最好借助工具，而且提前测量好距离，这样后期不容易出错。好了，这会儿呢，我们取出剪刀，直接剪开就好了，整齐的剪下来就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需要取下袖子的螺纹部分，对准螺纹结束的这根线，直直的剪下来就好。那多出来的部分袖子呢，就扔掉呢就行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螺纹袖口往外翻出来，再把它套回这个袖子上边。这里有个小细节呢需要注意，袖子的缝合骨和螺纹袖口的一定要对准了，不然后期缝合出来错开呢就不好看咯。然后呢，我们用一个夹子呢给它夹起来固定好，袖子对齐固定好，待会儿缝合不乱跑。好了，我们来到第一视角，这样更方便大家看清楚。注意看是否整齐再下针，取出针线，第一针从里边穿出，接下来就利用这种平缝的针法往前走。如果是一个薄款的，可以用这个拱针法，小针距的往前走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厚款的，里边有一些绒的话，就必须要用倒针法去缝，因为倒针法缝起来密实一些。厚的衣服呢，必须要用倒针法去缝，也就是这个针呢往前走一步，再倒回去半步，再往前走一步，再倒回去半步下针，一直重复。那如果您的毛衣、卫衣不是特别厚的话，就没有加绒的话，就用这个拱针法来就行。这样缝合起来以后呢，会很密实，且针线十分整齐。凡是带螺纹口的，不管是裤子还是袖子长了2寸以上的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修。好了，这一圈结束了。我们先在这里打个结呢，给它固定住。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此为止，我们用的依然是单股线。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开始双股线进行缝合了。这里有个细节呢，您留意，我们第一针从刚刚的缝合线这里往里边穿针，需要保留双股线，所以呢线不要全部拉出，留个小尾巴呢，用手压住。然后我们再从这里穿一针，针穿过一半时，我们注意将针从2根线的中间穿过去，然后呢再收线，接着往右边平移 0.5 厘米，继续穿针，然后将线呢绕在针的针尖，使针从线的中间穿过，然后呢把针缝上来，以此类推的缝呢就可以了。为了防止我们的毛衣散花散线，就要用到这样的缝法，叫锁边针法。由于家里没有锁边机，那这个针法呢就很实用，学会了不用锁边机呢也能缝出漂亮的锁边方法，既简单又实用。好了，最后我们的针往里边穿，把里边的线头藏好了就行。好了，这就是锁好了边了。经过这一步，毛衣袖子呢不怕会脱线，不管是毛衣卫衣都适用。这样的锁边很漂亮吧？这里为了方便大家观看，所以呢我用了特别鲜艳的线。如果您实际操作，用颜色相近的线，是一点也看不出破绽的哦。这样呢我们的袖子呢就处理好了。
是不是完美无痕呢？如果我们两只袖子都这样改好，您还能看出是自己改良过的吗？遇到袖子太长这种情况，那学会今天这个方法，外边看不到，里边缝得可结实了。袖子该有的它都有，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解决，并不用拿到外面去做，而且不花1分钱，不留任何痕迹，穿起来也很舒适。那如果您还是觉得这个方法稍微有点复杂，不会弄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招，一起看看。把袖子整洁的摆放在桌面上，袖子长出来多少呢，我们就挽回去多少，然后呢，给它拉伸，整理整齐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一针，我们从这个开口这里穿进去，把针拉出来，把线头缠在这里，再到右边退后半针，出针时往前半针，收线，来到左边，从第一针这里穿针，然后比较右边的话，向前多走半针，再出针，收线。现在回到右边，依然如此，从刚才出针的位置穿针，然后呢，多往前半针，再出针，就这样左右的重复操作呢就可以了。这个针法不需要你有多专业的缝纫技巧，家里有针线都能改。这里的话线是外露的，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选择要搭配得起来的颜色，看着养眼，自己喜欢的。这个方法对于改造孩子的衣服裤子尤为合适，今年改，明年长高了放下来依然还能穿，就特别灵活。好了，最后一针呢，我们和第一针重合，然后呢再把这个边呢给补上，最后一针从里边穿出就缝合完毕了。然后呢我们就在里边收线打结，这样不外露会更美观些。好啦，还不错吧？如果您颜色技巧搭配得好，是看不出任何缝线的痕迹的，整个作品呢会更加的完美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成品的细节。首先从整体结构上看，它呈现出一种紧凑而有序的美感，每一个部分呢都恰到好处的融合在一起，没有留下任何突兀的痕迹。其次，当我们凑近观察时，会发现它的每一处线条呢都流畅而自然，仿佛是一笔画成的。在这样的细节处理下，即使那些原本可能被视为瑕疵的部分，比如长出来的袖子，现在也变成了添加衣服魅力的亮点，使得整件衣服在视觉上呢更加丰富和生动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其实遇到袖子太长不用操心，学会以上的技巧，您自己在家就可以动手改造好啦，完美无痕，快试试吧。学会记得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好方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您的留言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